如果您坚持4年还在挖派的老先锋，在用炒币的心态去挖派币，或者还在纠结一个派币价值的话，可能我们会在Pi Network 生态发展过程中会失去很多赚钱的机会。在Pi里赚钱的机会太多，还有我们都知道Pi Network 的核心理念是在互联网上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公共层，与目前只能有效服务于中心化应用的互联网平行，为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分布式应用提供服务。如果能看通这一点的Pi先锋，我相信您对Pi Network 会有不一样的认识。我们有目共睹，Pi Network 在发展4年中，带动了很多人的生活。其实Pi Network 也是这么做的，全球挖派先锋，看懂的早就知道了。比如在Pi里开发生态的企业，1年不说开发费用吧，光服务器费用1年都是很大的费用。这一过程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全新的分布式云技术、分布式操作系统和分布式数据库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形成新的技术体系，从技术底层向上推进。另一方面也需要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应用，来提高整个社会对于分布式技术的理解和认知，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项技术在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上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正如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电子邮件和网页所起到的作用一样，这2项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应用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的强大功能，不但促进了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也对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续很多互联网功能或产品都是基于这2项基础应用逐步发展而来的。在广泛、深入、持续的技术交流与沟通中，Pi Network 与全球诸多分布在传统企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其最早出现的2个典型分布式应用，将会是分布式数字货币与分布式身份认证。这2项最基础的分布式技术应用，会像最早的电子邮件和网页之于互联网一样，带动整个分布式技术的普及，并促进全球分布式基础设施的建立，从而形成互联网公共层。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到2年内，国际上就会出现较大规模的项目投入使用Pi Network 分布式数字货币，彻底改变货币的流通方式。讲到这里，大 logo 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以上讲的不是他们讲的Pi币什么可以替代法币，那都是扯淡。我讲的意思，当Pi Network 主网开源后，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用Pi Network 的开源代码来部署自己的生态，就比如特斯拉汽车系统是开源，所有的电动车企业都可以在开源代码上开发自己的汽车。作为分布式技术应用的数字货币，绝非只能用于炒作的虚拟货币，而是主要用于支付的，包括央行数字货币 CBDC， 例如数字人民币、数字港币、数字美元等，以及未来会出现的一些支付型的受监管的合规稳定币。事实上，广义的数字货币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人们开立银行账户，在网上进行转账汇款、移动支付等操作时，所使用的其实都属于数字货币，可以称其为传统数字货币或中心化数字货币。随着Pi Network 分布式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未来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将会变成双账户结构。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账户以外，还会出现一个新的分布式账户体系，分别用于处理传统数字货币和分布式数字货币。尽管银行依然掌握这2种账户的绝对控制权，可以进行监管和风控、执行冻结等操作，但是这2种账户体系在透明性以及账户中的资金由谁管理和控制上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传统账户中的资金由银行控制，银行在按照监管要求预留存款准备金后，就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自身的业务经营。这会带来2个问题，其一是任何资金操作都必须依赖银行才能进行，导致资金的流转效率不高。其二是储户的资金并不绝对安全。近期，美国硅谷银行作为全美排名前20的银行，在一夜之间宣布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分布式数字货币账户体系部署在一个公共的分布式网络环境里，不再搭载在银行内部的 IT 系统上，通过开放接口以及相应权限，银行的客户，尤其是那些企业客户，在进行转账、汇款、支付时，就可以不再通过银行系统，而是直接调用这个部署在公共环境中的账户的接口进行资金操作。这也意味着账户中的资金不再由银行控制，
而是由企业自行管理和控制。同时，由于分布式数字货币的账户体建立在公共分布式网络环境里的，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这样的技术对其进行编程，根据各种不同的业务逻辑，灵活地设计资金流转方式以及相应流程。这种灵活性叠加资金管理、角色变化带来的可操作性，将会激发巨大的创新性，促进大范围的业务和金融模式创新。例如，在供应链领域，企业可以将系统直接与分布式数字货币账户相连，一旦检测到账户金额发生变化，即自动触发发货流程。再比如，在金融和证券市场进行证券交易后，就可以触发智能合约，通过分布式数字账户自动进行资金的实时结算。这些创新能够极大地提高结算效率，推动资金以极高的效率流转，进而促进经济的高效运转。而对于银行来说，并不必过分担心分布式数字货币会对自身的业务经营产生巨大冲击。相反，商业银行可以借助拥抱分布式数字货币，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以一个金融科技服务提供者的身份，为企业、机构和个人用户提供更灵活、更便利和更高效的货币管理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随着 Pi Network 的发展和应用的推出，分布式技术将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从金融、供应链到通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分布式技术将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和行业格局，它将促进更多的创新和创业机会，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广泛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不仅需要技术型创业企业和科技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推动。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一个公正、安全、可持续的分布式生态系统，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总而言之， Pi Network 作为一个全球先锋的分布式应用项目，致力于推动分布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通过分布式数字货币、分布式身份认证、广播式通信协议和全网分布式域名系统等应用的推出， Pi Network 旨在构建一个去中心化、安全可信的分布式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将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通信体验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并促进社会的创新和进步。除了上述提到的应用， Pi Network 还有其他潜在的发展方向，其中之一是分布式存储和计算。分布式存储和计算可以将数据和计算任务分散到网络的各个节点上，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处理能力。通过利用闲置的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分布式存储和计算可以更高效地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复杂的计算任务。另一个潜在的发展方向是分布式能源管理和交易。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分布式能源管理和交易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分布式技术，可以实现能源的分散生成、共享和交易，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能源市场的发展。这将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更高效的能源使用方式，并推动能源行业的创新和转型。此外， Pi Network 还可以探索分布式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 DApps 的开发。智能合约是基于区块链的自动化合约，可以在无需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执行交易和合约条款。通过开发分布式智能合约和 DApps， Pi Network 可以为开发者提供一个创新的平台，推动去中心化应用的开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展。总体而言， Pi Network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应用项目，致力于推动分布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通过不断创新和推出新的应用， Pi Network 将在金融、通信、域名系统、存储和计算、能源管理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安全、可持续的分布式生态系统。这将为用户带来更多选择和便利，同时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感觉有帮助，感谢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观看，下期再见。